坚兵左右两边埋伏。是。其余人按原计划行事。是。万岁！皇上召见汉王、赵王，入帐商议军机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余闻皇天之命有常，必归于敌，故40有序，天地泰康。皇太子朱高炽，文韬武略，秉性纯良，恭俭仁孝，监国有方。上敬天地宗亲，下爱黎庶万民，有尧舜之相，秉圣贤之命，忧思国计，震烁朝纲，堪担神器。朕为天下苍生福泽计，立为新帝，诏基帝胄，承天应人，布告中外，贤使闻之，钦此。恭喜皇帝，万岁万岁万岁！樊中，你跟随皇上这么多年，就这么叛变，你还是人不是啊？二位王爷，放下手里刀剑，奉旨入京。我可保二位王爷周全。你保？你的命贱如泥土，也能保我们周全？就知道你们今天古怪，相见一发，不用1炷香的时辰，3000银就能把这里踏平。乱臣贼子，给我杀！杀！3000银怎么还没到？先出银！有旨意，开营门。
主将何在？接旨。汉王爷、赵王爷去皇上老营了。你们认识我吗？认识，兵部杨阁老。怎么还不下马接旨？这旨意是皇上给3000营将士的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先帝已于昨夜大醒，朕陵前继位，哀痛莫名。巧遇我京师3000营、五军营、神机营，尔等自征战以来，屡屡建功，于国有壮业伟功。朕知尔等深入大漠，血战经年，父母妻子尚在家中，因此降旨休战言和，撤兵返京。小子，你要造反，先过你二叔、三叔这一关。二位叔叔，你们是在等3000营吗？我奉旨迎二位叔叔的驾，请吧。皇帝驾崩，哪来的旨意啊？你没听见吗？太子爷陵前继位，年号洪熙。二位叔叔，到这儿，我们的误会该结了。都是大明将士，新帝已立，回京接受封赏，莫再做无谓杀戮，弃了刀剑。洪熙皇帝万岁！洪熙皇帝万岁！这份遗旨是假的。这一次我们在塞外征战，先帝驾崩于军营之中，我们哥俩率3000营，离先帝的大营只有几十里，却未能见到先帝的尸体。先帝是怎么驾崩的？为什么不把消息送到我们营中？此事所见者甚多，诸位如果不相信，可以自行去问那些归来的3000营将士。我们到皇上的老营去探望，就是被他，这位太子爷，率被倭兵围住，脚下刀剑押送回京。大行皇帝的子宫早已经送回来了。今天在这个殿里的，都是朱家的子孙。皇上不能莫名其妙的驾崩，连个交代都没有。
现在又拿出这份假遗旨来，何以服天下的人心？刚刚大家都听到了，先帝在这份遗旨上说了2件事儿。第一件事儿，先帝立了我们这位大哥当皇上；第2件事儿，赦免靖难遗孤。你们当中有些人跟先帝征战过，有些人对先帝所知甚深。先帝岂是那种出尔反尔、自无其面的人？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。是因为我们的这位太子爷，他的嫔妃就是逃脱的靖难遗孤，大逆不道，勾结建文旧部，篡夺江山。朱家出了你这样的后人，天下共诛之。先帝的遗诏是召内阁首辅大臣杨士奇在榻前钦定。先帝从未说过要废立太子。立国，以长以敌，也轮不着2位叔叔。先帝是怕你们手里有兵，作乱天下。此事，杨士奇大人可以作证。闭嘴！不要再说了。说得好。我就知道你会拿杨士奇来顶缸，可你忘了，我和你2叔也是长耳朵的。2弟3弟啊，此事还是等国丧之后我们再议吧。不必，我们2人今天就没打算活着回去。今天在先帝灵前，大哥你要杀要剐，当着爹的面你就动手。这哪有这样的道理吗？我们2人回府等候发落。太子爷，我们刚去了赵王府，赵王太爷，怎么了？他人没了。我们巡查了北京城9门，小的说他们已经逃走了。我下令北京城9门封锁，谁给他开的门？我听说他们早已逃走，走的时候是带着皇上的官房，所以守城的士兵不敢不开啊。官房？哪儿来的官房？还愣着干嘛？追呀！是。士兵也不知道官房是怎么一回事，已经派人去追了。不过他们是白日里逃出去的，现在追，恐怕已经追不上了。我听说这几年都是你在照顾上仪的起居，你人缘是有多不好，才安排你去照顾他呀？都知道他性格乖戾，别人躲还来不及。我年龄还小，宫里给什么活干，我也不能挑，而且胡大人也没有他们说的那般乖戾，就是喝酒躲起来喝，只要不做错事，他是不会打人的。他打过你吗？打过。拿什么打的？藤条。然后呢？被罚跪在床前顶茶杯。之前是谁送你入宫的？我堂姐，她
他之前在宫里做过，后来他酗酒死后，有个同乡让我顶了他的缺。我念你这么乖巧懂事儿，在我身边好生伺候吧。太子妃福寿金安，谢过太子妃。问皇后金安，皇后新年身体康健，福山寿海。哎，你怎么老那么一惊一乍的？没看见皇后想事儿呢？今天啊是年夜，我叮嘱小厨房做了些可口的饭菜，等皇上和太子回来了，我们全家一起吃。此事都是因你而起，你还要去亲征，手足相残，闹的笑话还不够多吗？又成了因我而起了。哎，爹下着雪呢。哎呀！我这是做了多久了？都长上灯了。您从下午吃完中饭以后就一直坐在这儿，等着皇上回来，该有2个时辰了。今天衙门就封印了，要到上元节才开印。这个时候皇上不差恶兵，叛军也是要过个年的嘛。他们过不过年，我不知道。我这个年过得好不好，得看我的造化。这爷俩今天怎么样？今天太子爷跟你说了战况了吗？他最近回来晚，有时候一大清早就让杨士奇他们给撬走了。我派侯泰找老2、老3去谈判，可是你呢，这也不答应，那也不答应，你是非要打一仗不可呀？啊？你爷爷活着的时候，整宿的睡不着觉啊，也没替你想出个能赢的办法来。你现在长本事了，哪是我要打呢？你听听我二叔说的那个话，要追究什么罪魁祸首，他想干什么？干脆把我交出去，反正你们都觉得我就是罪魁祸首。皇上回来了。今天衙门封印，朝会下得那么晚，那些想赶回家吃团圆饭的，肚子里该骂人了。我和太子妃商量着呀，今天我们借着皇上的福分，一起吃个团圆饭。吃吧，吃吧，明年吃得上吃不上还不知道呢。不许说丧气的话，说完了1年都不顺。
明天一早啊，就万物复苏，否极泰来了。今天皇后要立规矩，我们一家人只开开心心喝酒。不吉利的话不许说，说了罚酒。我当监酒官。哎，别干呀！你们不是想知道为什么回来晚了吗？我派侯泰到山东去找老二、老三谈判。侯泰顶风冒雪的，这年前刚刚回来。来，二哥。给汉王爷请安，给赵王爷请安。来。老大怎么把你派来了？宫里的官儿都跑了吗？为什么不把杨士奇、杨荣派来？回汉王爷的话，皇上说，这不是谈判，这是家里的亲兄弟闹了点误会，二位王爷这么做，让外人看了笑话，这也不敢说宣旨的话了，才派奴婢过来跟二位王爷告个罪，一起回去过年。哼，老大呀，还是他妈抠门儿，几句空话就想把人哄回去，那可不成。咱们哥俩费心巴力的把队伍拉起来，怎么着？回去过个年，舔舔嘴儿就算完了？皇上说，现在国家呀刚刚结束远征塞外的战争，元气没恢复过来，这要是再起国家，说点实在的。皇上说，如果二位王爷不愿意回京，也无妨，可以就藩。这每年的年金，只要国库能够支应，请随便开列。二位王爷要是对就藩的地方不喜欢，也可以挑选。总之啊，搞了这么多的队伍，这口口声声说的要清君侧，这也不是个办法嘛。好，你告诉他，我们可以就藩。他不是让我们自己挑地方吗？我呀，看上北京城了，让他腾出来。哎，当年先帝靖难的时候，要是没有咱哥俩血战，哪来的今天啊？侯代，我现在跟你说的每一句话，你都给我吃进去，回去告诉老大。是。意味着我可以横行天下。你回去告诉老大，等他把那些蛊惑他的奸臣们的脑袋都给我送来，我才继续跟他谈。是。我听说，一心一意要对付我们哥俩的，不是什么奸臣呐，不就是杨士奇他们吗？哪儿啊？是那狼崽子。他得给咱们交代清楚了，皇上到底是怎么死的，他就是罪魁祸首啊！对呀，把这话也带回去。是。这老二老三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儿子给他抵命？
要我抵命也无不可。可杀了我，他们就能善罢甘休吗？不会的，他们会一路杀进北京城。可是现在打又打不赢，谈又谈不妥。你怎么知道我打不赢？皇上，我来。跟你爹顶嘴过瘾啊！我紧着在后面当表呼将，你在前面捅窟窿。皇上，不生气，发什么火啊？一家人就不能好好说话了？操办一顿年夜饭，就是不想让你们俩吵架，这还是弄得大家都吃不好。皇上，今天我们就一人再说一句，平心静气的，说得出也好，说不出也好。过年嘛，这团圆饭就该高高兴兴的来吃。我何尝不知道老二老三心怀反意呀？阴谋诡计，成不了大事。你要当皇上，要以天下百姓为重。即使是能打赢，也要反复的去说，反复的让步，直到最后非打不可了再出兵。你小的时候学的那些圣人的书都学到哪儿去了？啊？权力是公器。什么是公器呀？那不是你一家一人的东西。你要让天下的人都看到你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诚心，这才是正道。国家不循正道，没有人支持你，不向百姓施恩，没有人爱戴你。耍威风，好勇斗狠，这很容易。学会受气，学会宽恕，学会容忍，这才是最难的。这番话，你觉得幸福也好，你觉着听着不入耳也罢，该说的我都说了。我一生做事正大，老天爷让我当1个月的皇上，1天的皇上，我也要让天下的人知道，坐在那个位子上的人，把天下众生看得比自己要重。哎呀，我知道，你有志气，有抱负，那你就该做的比我和你爷爷还好，才对呀。今天是我不好，我错了。我认罚。爹，娘，孩儿有酒了，告退。
余本淮西布衣，自幼随高祖太宗皇帝驱敌军进国难，西抵巴蜀，东连沧海，南控闽越。太宗崩于榆木川，奸小之辈，剿遗诏，窃国柄，因推吾长兄为帝，屠戮我忠贞良将，以致大乱。于功成天命，王敢自安，方欲遣兵清君侧，靖国难，整生灵于涂炭，复高祖太宗皇帝之遗愿。于号令严肃，无秋毫之犯。归我者永安于新朝，背我者自窜于塞外。故此告谕天下。你们听着怎么样？我替他们说吧。别的还好，就这一句，因推长兄为帝，太子爷皇上并没有罢黜，因推二字，好像是不容易说过去。别人还是会觉得我们是去夺权的。这还不容易？他们能伪造圣旨，我们也可以。我们就拟一份圣旨，罢黜太子爷。还有，既然是清君侧，那谁是坏人，得定个罪名，有个指认。这还不够明显吗？啊，朱瞻基那小子要把咱俩杀了，这还不够吗？还有，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，他们私自调动军队，够了吧？还要写上，于谦勾结瓦剌部首领马哈木，害死太宗皇帝，大汉奸。这件事情很多人都知道，有据可查，也要写在里面。是。还有释放靖难遗孤的问题，都要放在里面，打一个罪名确凿。下去写吧。就算你不加这些罪名，我谅那些藩王也不敢说。爹在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把各地藩王的权柄削没了。我现在担心的是杨士奇这些人，他们跟随皇上多年，还是很有点才能的，在各地军队里面也有威信。老大现在是拿不定主意，千万别等他们想清楚。我看，我们节后就出兵，先打一下济南。向南可以控制淮河，截断长江南北，财富之地为我所用。一边跟老大纠缠，一边稳定住长江以南7省。将来只需要派一个上将军，率一支军队过黄河，一路到北京。他们只能束手投降。我们还可以再花点钱鼓动瓦剌人，从河套进攻直隶一带，有他们头疼的地方。我看你太把他们当回事儿了，不就是个小崽子吗？依我看，济南城都不用打，我们直攻北京。端午节我们在宫里过。好。二哥，打仗你是行家，你看，咱们先发兵到济南，打个好彩头，给他们点压力，也试试兵。行，明天一早，分兵一半到济南城下。只许胜不许败，给我打个好彩头出来，安老三的心。是。
里将旗，快放吊桥！我刚刚睡下。战败，不叫你起来不行。要不要马上通报皇上？皇上执意不战，报上去他又说我是在找辙跟他吵架。江苏不是答应从后面侧击叛军吗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？现在都不知道汉王和赵王的进军路线，他们也要自保。昨天送来的折子，我找给你看。不必了。能有什么进军路线？过黄河入直隶，直扑北京城。等到他们兵临城下，皇上要是还迷信谈判，我们就等着坐以待毙吧。真到北京来，还好了。驻守辽东一带的关宁骑兵，是最精锐的兵力，都不好惹，可以好好打一仗。可我怕的是，他们取徐州，截断长江上游，入安徽，南方7省可就丢了。这是当年高祖的进兵路线。汉王一生崇敬高祖，在用兵上亦步亦趋。真要是那样，我们很棘手啊。皇上再拖下去，我们越来越被动。各路藩王眼睛都盯着朝廷，朝廷一味的忍让，他们就忙着自保。听说今年过年，很多藩王和王爷都备了2份礼物，一份送给朝廷做贺礼，另一份偷偷摸摸的送给汉王。都是小人。嗨，随风倒也是天性，倒也没必要指责。可是朝廷这种态度，不能总是暧昧不明，是吧？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！哎呀，我要见太子爷，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！哎呀，让他进来！你连官衣都不穿，难怪别人拦你。你嚷嚷什么呢？我让你做证人。下面那些御史都老爷写折子，告我当汉奸，说我勾结马哈木卖情报。皇上停了我的职。你知道事情的原委。我不做官，回去种地没关系，但不能顶这么个命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？汉王和赵王的檄文里说，于谦和马哈木勾结，都老爷们一听上劲儿了。这于谦一生气，他自己交了个请辞的折子。没人听我说话呀！皇上的意思是，很多事一下说不清楚，先让他歇一歇。歇什么歇？歇什么？天底下哪有说不行的事儿？那是因为我总嚷嚷着要打，皇帝让我靠边站。你就是耍滑头呢，能保的时候不保我。我都不知道这件事儿，我怎么保你？你就是耍滑头！够了！把皇上批阅过的折子给我。这件事情没什么说不清楚的，就是因为你一直嚷嚷着要打，跟我一样，违逆圣意，只是罢你的官已是幸事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来太子府帮我处理军务。
这么熬，你身体会吃不消的。济南战败了。 有时间多去看看皇上。他今天批折子的时候睡着了好几次，每次醒来他就问：“你来了没有？”那顿年夜饭之后，他就不肯见我。我刚刚得到消息，于谦被罢黜了。算了，这些话多说无益，只会让你徒生烦恼。不会，只管说，我爱你。睡吧，今天晚上该不会有军报了，好好睡一觉。 怎么了？老朋友都不认识了？哈子珠子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在大明待了20年，怎么，来不得吗？难道你要举报我不成？我不会举报你，我也不想见你，你赶快走吧。 我就当你没来过。嗯，我不喝你的酒，怕我下毒？没心情。你要杀我还用下毒？老朋友来了，不要总拉个脸嘛。我和你没有私意，赶快走吧。你拿自己当清官，为国家尽忠。别人呢？你跟我走，还有条生路。 今天晚上，锦衣卫就来抓你了。朝廷已经认定了你是通敌的汉奸。现在江山难保，你死守在这里有什么用？听我一句话，现在就走。哼！汉王和赵王给了钱，约定我夹击北京，山海关以外的土地可以割让。 到了那时候，你的朝廷顾头不顾脚，你这自诩忠臣的人会在大牢里发臭，你尽忠有什么意义？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快点开门！快点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走吧，快点把门打开！现在逃还来得及。开门！开门！你自己走吧，别忘帮我把门关上。 卖国贼于谦，伏法！出来吧，跟我回去。 皇上答应放我出去了吗？我带着你一起去向他求情。算了，你这样岂不是又要和皇上起冲突了吗？现在放我出去，我又打不了仗，又做不了事儿，还担着恶名，我就在这儿待着吧。
都下去吧。哎呀，真没想到，除了我以外，还有人愿意住在这个诏狱里面。昨晚马哈木来了。哦，想拉你去享福？他大概是这么想。他告诉我，汉王和昭王约了他，南北夹击北京。想拖住山海关的关宁铁骑，比这更狠。他们想从河套攻进直隶。厉害！我看马哈木也没那么傻。你现在应该给皇上写折子，告诉他，这不是靖难，这就是赤裸裸的篡位，自敢下令，再不出兵，何以到地下面对先帝？需要我给你带什么东西进来吗？我在琉璃厂买了一些书，最近手头太紧了，债主经常上门，你要闲着帮我把账结了。别忘了帮我把账结了。请皇上给孩子赐名吧。当年先帝请国师姚广孝给朱家排族谱，詹字辈后面是齐字辈。玉，温润和雅，有君子之风，就叫他齐玉吧。齐玉。我替朱祁钰给皇上磕头了，谢皇上赐名之恩。起来，起来吧。谢皇上赐名之恩。起来，起来吧。皇上，太子还不知道这事儿呢，要不我们把他一起叫来，大家一块儿高兴高兴。不必了。皇上，太子说，这段日子您又不看他的折子，又不肯见他，他的心里啊很歉疚。哼，他有什么可歉疚的？啊，他心里头就是想着打打杀杀的。我要是再不收收他的性子，以后就没有人能管得了他了。臣朱瞻基叩请皇上圣公安。真的。皇上已经给孩子起名了，叫祁钰。谢皇上赐名。你现在也不是孩子了，要当爹的人了啊！凡事要稳重，要多替孩子来考虑。是。那就从现在开始吧，不要老是惹你爹不高兴。娘，二叔、三叔联合了马哈木，打算从河套地区直扑直隶。若真为这孩子着想，我们就不能坐以待毙。爹，你也不想看着孩子生下来就过杀头流放的日子吗？
快点，快点，快！太子爷，太子爷，皇上看了您写的折子，即刻召见。哦。皇上，您找我。你的这些折子，我都看过了。到此为止吧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爷爷要是在九泉之下，知道国家分裂了，怕是会从棺材里爬出来吧？啊，皇上，爹，您到了地底下，爷爷不会原谅你的。你也不会，对吧？原谅你不是我的事儿，但是这一仗我一定要打。宣旨吧。是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朕细察微末，皇太子朱瞻基不顾亲族，不体圣意，一味求战，轻狂任性，着皇太子即日启程，赴南京读书养性，不奉旨意，不得回朝，以示惩戒，钦此。还不快谢恩呢！皇上，太子爷，您就先接了旨吧。臣朱瞻基领旨谢恩。皇上，这皇上。兵部尚书文华阁大学士杨氏齐拜。参见王爷。杨世奇，你怎的不跪？跪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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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阁老，问你话呢。你当了我朱家的官，连朱家的规矩都不懂了？到这儿来，我不知道该守谁的规矩。依这朝廷的规矩，哪个王爷敢自行其事，
武力对抗朝廷。汉王自己的规矩，我刚来，还不知道。我大哥那儿就是养了一堆好嘴。行，那咱们先不说规矩的事儿，你告诉我，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皇上派我来拜会王爷，他现在这样处理，你们可满意了？于谦已经下狱，太子被贬到南京，我是罪魁祸首。皇上派我来到这里，听凭王爷处置。可我为什么要处置你？挑拨宗室，祸乱朝纲，王爷给定的罪呀！我说错了吗？啊！老爷子驾崩不会一句话都不留的。你告诉我，你们打的什么鬼主意？啊！你实话实说，我好安排你上路。哼！王爷也知道，我是从太子府出来的。先帝驾崩前，宣我到榆木川营中伺候，这不是矫诏吧？他驾崩的突然，当时生怕军队混乱，由太孙护送大行皇帝返京，害怕二位王爷误会，有些过激的举动，皆出自我的筹划。我人已经到了，王爷要是气不过，如何惩戒，悉听尊便。杨阁老，你真的是一个很能干的人。我手下如果有你这样的大臣，我会放在手心里当宝贝。可是老大就这么把你推出来了，你不觉得寒心吗？哪有人刚替人卖完命，就被拉出来当替罪羊的呀？杨阁老，你跟错人了。不对吗？王爷，是我向皇上要求自己来出使的。王爷兵危大震，天下动荡不安呐。皇上想求和，是有诚意的。仅仅因为我一人，让天下饱受刀兵之苦，何苦来呢？王爷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压下去。等我想清楚了，告诉你。老大昏聩了，啊！竟然把杨士奇这样的人送来，以后还有人替他卖命吗？杀了杨士奇，这饭还造不造了？咱们不是要清君侧吗？不用等你清，人家给你清完了，囫囵个的脑袋送到你手里，你要继续打下去，那就是写明了篡权。不打了，就这么回北京，那些跟着咱们起事的大将士兵能把咱们两个活活撕了。这他妈是造反呢，还是过家家呀？老大真阴呐！啊，把心眼儿都用在对付兄弟上了。请，太子爷，这是从永乐元年到永乐22年，兵部往来的全部军报存档。这一部分是赋税，这一部分是马政，这一部分呢是征兵，这一部分是战事。这点我先前还真不知道。真让您给说着了。
不只是您没来过，许多人还不知道这个地方呢。当年皇上还是太子爷的时候，偶尔也过来坐坐，查阅一下资料。您看您还需要什么？除了我，没人更懂了。皇上想让我看哪些书啊？全读。去给我拿点酒来。好的。皇后，皇上刚服了药，睡下了。我在旁边守着等他醒，是不是你们这些混账东西给他出的主意？奴婢哪敢呢，皇后，这一字一句可都是皇上。收账的来了。皇上，你是昏聩了吗？把儿子贬到南京，于谦下狱，杨士奇送死。听说你还要……他们想要京师，我也可以让给他们。皇上，你糊涂啊！他们哪是清君侧，他们这是抢皇位呀！你现在这么忍让，别人都会说你连自己的内阁大臣都舍得出去，到时候谁还敢支持你呀？他们到时候再得寸进尺，要儿子的命，你给不给呀？我时间不多了，你替我写封信，问问他书读的怎么样了，写个折子上来。现在这南京城对于我而言，倒像是个聚宝盆，晚上丢进去一点忧虑，到了早上，就变成真的了。皇上答应汉王要让出北京城，我想这就是一个权宜之计。战败已成定事，不出意外，皇位真的会让出来。可汉王和赵王他们能知足吗？不会的。我猜他们下一个要求就是要我的脑袋，就是不知道皇上什么时候给了。皇上怎么会答应这样的要求呢？太子多虑了。你们二人陪我被监禁在这儿，没有属官，没有军队，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日益强大，咄咄逼人。就算皇上幡然醒悟，朝廷也没有实力跟他们决一死战，知道吗？有人劝我赶紧逃，去交旨，或者干脆隐姓埋名，和建文一样当个和尚。当和尚，真当了和尚，就可惜了你们二位了。别瞎说了，你看你把他给吓的。
太子妃现在是有身孕的人，就算是为了肚子里这孩子，你也绝对不可以有遁世之想。我能给这孩子什么？就剩一个破败不堪的国家。太子爷，我给你带了个人来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见？谁呀？不管你愿不愿意见，我觉得你最好能跟他谈一谈。太子爷别来无恙。他来做什么？你们慢慢聊。在你眼里，皇上是什么样的人？我爹是什么样的人，不用你告诉我。若微写信让我到南京来开解你，我本早就应该到，只是我手上有一些有趣的差事，我花了一些时间把它搞清楚，幸好没有耽搁。别卖关子，有话直说。江苏最精锐的一批部队，最近1个月都换成了运粮兵，分批开赴徐州。关宁骑兵3年1轮休，这次轮休下来的骑兵在河套地区换了防，迟迟未归。皇上把太子爷安排在南京读书，想必也没那么简单。一来是要安天下人的心，绝不掀起战端；二来是要让2位王爷先生骄慢之心。皇上是绝对不会，也没有精力去做评判的事情。这其中的深意，太子爷是明白人，应该能明白。这是我手抄的一份兵部军队调度的奏折底稿。这份奏折是我呈给朝廷的，可朝廷不听我的谏言，抱头挨打的局面没有改变。叛军一过淮西，江南7省非我所属。那么好，太子爷认为，当今朝廷谁能领兵去平叛，可胜汉王的大军？盛庸大将军、平安大将军，还是英国公张辅？你少在这儿明知故问。朝廷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无将可派。那太子爷自己呢？哎，这样的局面，将来太子爷继位，敢掀起战端吗？我宁可战死，不愿苟活。太子爷深系国家，轻言战死，国家破碎，百姓遭殃。你何以对大明列祖列宗？何以对若微？何以对我？何以对行了！好，是我钻牛角尖了，请徐兵兄赐教。我观此形势，汉王强悍，国家退让，叛军日益嚣张，各省藩王战战兢兢，但未必便肯臣服。谁会喜欢上头是一位暴君呢？我求太子爷写一封手信，去齐王、楚王、秦王、越王家当一次说客。信的内容要客气，要恳切，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。
攻心为上，这是一步好棋。我即刻就写。说吧，要我赏你点什么？我身无长物，药力有何用？按我们的约定，太子爷将来继位，我便西行，终身不履故土，只求善待汝位。不行，朕得赏你。待朕驾崩之后，你方可回来，故埋西祠之地。多谢。太子爷，皇上有旨意。太子爷，坐。说吧，什么旨意？皇上让我来。不用吞吞吐吐的，是不是要废了我这个太子啊？怎么会呢？他能把北京城让给汉王和赵王，废一个太子有什么难的？话不能这么说嘛。哎，杨士奇还活着吗？活着，被扣押了。你也参与了，怎么没有承办你啊？降职留用啊。皇上身体如何？皇上命如悬丝，只在朝夕之间了。松开，松开！太子，我来是要告诉你，皇上说他是死是活，你都不能回去。你在，局面不管有多烂，有太子也能够收拾。你在，江南7省的王爷都不会动。皇上说，他跟你父子一场。你是有什么要说的，就赶紧写给他。太子，太子爷的折子到了，请皇上御览。皇太子朱瞻基奏报：儿臣3叩9拜，于父亲台前叩首叩首。愿父亲大人身体康泰，可容儿臣赎罪于万一。回想我自爷爷驾崩之日，离权谋近，离正道远。行事只问利害，不问是非。为君之道，实则一无所知，怎堪担此神器？
于子深悟往日种种是非，不由汗流浃背，坐卧不安。二王作乱时，我确实未能考虑周全。此战于国家而言，绝非降招，不可好勇斗狠，当虚图谢之。以仁义昭示天下，以形势化解戾气，备而不战。攻城为下，攻心为上，施恩于天下，可致必胜。我深自后悔，日常骄狂，自以为是，不能常在父亲榻前，悔之无及。我在南京时常翻阅永乐一朝的存档朝报，颇为惊心动魄。22年间，爷爷的伟业大则大矣。于今之事，当施仁政，平争端，与民休息。千古王图霸业，乃时势所造，非孜孜以求所能及耳。关内关外，俱是一家，四海天下皆为兄弟。天若假我10年为君，必效法父亲，以百姓之心为己心，以百姓之念为己念。后世人皆知我父子之两朝为千古志士，而不知我父子为何人也。书不尽言，不能于榻前侍奉，涕泗横流，屋内如焚。儿臣朱瞻基叩首在外。皇帝驾崩了，皇上！军前锋已至济南城下。报！红衣大炮营地已经展开，进入作战地点。报！叛军前锋向我挑衅，2次击退。不可能啊！报！宁远骑兵已到达出战位置。调陈军营吧，叛军已经开炮了。好计策啊！一会儿找个人，把这封信给我2位叔叔递去。都什么时候了，皇上还要劝降？当年先帝把京师让给他们，他们都不会满意。有何不妥吗？两军对垒，一仗未打，我怕汉王和赵王轻视我们。被轻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再说了，杨士奇还在他们手里呢。哪位愿意替朕当这个信使，把杨士奇带回来？皇上，叛军前锋几次挑衅，神机营打头阵吧。好计策呀！今天打不起来，皇上要劝降。这样的差事，自然是我去。我知道你不怕死，但朕怕你死。搭进去一个杨士奇已经够呛了。我去。
这儿嘴最巧的就是我，你敢跟我争吗？我。他们如果反悔，你就投降，这是朕的旨意。你倒挺清闲啊！那小子坚决不出，我能怎么办？他带的军队都是杂伴儿，又是关宁兵，又是神机营，连配合都做不好。你过黄河，袭击他后方粮站，只要他军心一乱，露出缺口，咱们就能挥师把他给灭了。你要是早听我的，咱们已经在徐州了，进退都有余地。现在可倒好，挤在乐安这个小地方，什么都施展不开。我哪知道老大说死就死了呢？他要把北京城让出来，你跟我说啊，保存实力，逐步加压，这不都是你说的吗？你还告诉我咱们端午节的时候在北京喝酒呢。要是老大再晚点死，咱们现在真的就已经在北京喝上酒了。不过现在也没什么怕的，楚王和齐王都站在我们这边，你让江苏的军队袭击他后方，把他赶到黄河里喂王吧。好啦，别生闷气了，日后我听你的主意便是。楚王那儿我还是得去一趟。这狼崽子这一次赶来，还真是让我吃了一惊。难道他不害怕吗？咱别打了一辈子鹰，让鹰叼了眼。你告诉楚王，天下打下来，两江地面我都给他。如果他有什么三心二意的，我第一个回师灭了他。王爷，军报。局令官在。王爷，调3000营，穿软铠，用短刀和短弩，备齐火种，马蹄包布，2更天交兵，去吧。是。可信吗？老三，别人替你卖命，是因为你永远不信任他们，他们怕你。可别人替我卖命，是因为我相信他们，视他们为心腹手足。给我送信的这个人，他以前在我的亲兵队待了10年，后来嫌我升迁慢，跑去抱了太子爷大腿。可我也不怪他，后来他儿子在我营里战死了，这10年间我没少给他家送钱。他现在要拿太孙的人头给我还个礼，我哪好意思不要啊？我看你也别去了，回头我拿了太孙人头，镶金包银送去给你装酒。算了，我消受不起。我抓紧去楚王那儿，不管你赢不赢，稳定住长江以南，咱们还是进能攻退能守。
3000营不够的话，你再多带点人。哼！快起来！起来啊！敌人来了！皇上，敌军夜袭，快走！ 他们是怎么冲进大营的？快走！快走！大栓子，听来可好啊？胡家，杀！你要去哪儿啊？大栓子，别跑啊！大栓子，等等我！ 跑啊！咱们爷儿俩还没好好比试过。这。 你杀了我，将来你到地底下怎么跟爷爷解释？老头子杀的人多了，到地底下他自己的麻烦都忙不过来，哪还顾得上我们的事儿？小子，你是不是要哭了啊？小时候我一捏你的脸，你就哭个没完，还尿我一身。那个时候，我就该把你捏死。